林子毅，你能不能不要再乱丢你的东西 ？OK。儿子瞥了我一眼，一动不动，继续坐在原地，大声嚷嚷着在打游戏。林子毅，我再说一遍，把你的东西收好。我每天收拾你这些东西就已经够累了。儿子不耐烦地站起来，把自己的东西一股脑全塞到被窝里面，继续打游戏。林子毅，我最终还是发了火。婆婆立马赶了过来，怒斥我为什么这么大声地跟孩子说话，吓到孩子怎么办？妈，我在教育他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不要插手？你看看这孩子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，我说话他一点都不带听的。那还不是你说的不对，我的乖孙子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你有这个说话的功夫，还不如赶紧去把厨房的碗刷了。儿子坐在床上笑嘻嘻地看着婆婆训斥我，突然说出一句，你可真没用。我呆愣住了，缓过神来就问他，你在说谁呢？当然是在说你，你天天除了做家务还能做些什么？我怎么会有你这种没有用的妈妈？奶，你不如给我换一个妈妈吧，我想要像兰兰阿姨那样的妈妈。我蹲下身子看着儿子，林子毅，你敢不敢把你说的话再说一遍？再说多少遍都可以，我就是不喜欢你。你一点用都没有，你只会拖累爸爸。我气笑了，反问他，我拖累你爸爸，我怎么就拖累他了？怎么就不算拖累？你能做些什么？天天只有爸爸一个人在外头挣钱养家，回来还得面对你这个老女人的唠叨。婆婆非但不阻止他说这些话，反而还附和他。哎呀，乖孙子，虽然你说的都是对的，但是也不能这样和你妈妈说话呀，还知道心疼爸爸了，真的是长大了。我抄起旁边扫地的扫帚，把儿子拎起来，脱下他的裤子，一下一下地打着。谁教你的这些胡话？什么叫只有你爸爸辛苦？难道我辛辛苦苦操持着一大家子，我就不辛苦吗？儿子在我怀里不停地挣扎哭嚎，婆婆心疼地跑过来拽住我的胳膊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哪能这么打孩子？他又没说错，难道不是这样的吗？儿子死死地照我的胳膊咬了一口，我吃痛撒开了他。你和兰兰阿姨一点也比不了，又老又丑还没用。我扔下扫帚，行啊，那你就去找你的兰兰阿姨，让她给你当妈，我还不愿意给你当妈，我当够了。突然门口传来响声，丈夫回来了。儿子嗖的一下跑到他爸爸跟前，大声哭着，爸，你看妈给我打的，好疼啊！呜呜。林安紧皱着眉头，看着儿子通红的屁股，不耐烦地质问我，许家，你怎么能这么打孩子呢？又怎么了？我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说了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其实儿子说的也对，我每天都很累，你在家里吹着空调，当然不知道我有多辛苦，我在外面努力应酬，回来还得听你的唠叨，我确实很烦。我坐在桌子旁边冷笑，林安，你忘了当年你是怎么求我辞职的，让我安心留在家里替你照顾家里，现在可好，利用完我之后觉得我没有用了是吧？林安烦躁地扯了扯领带，不耐烦地跟我说，行了行了，每天就这些破事儿，我累了一天了还得处理这些，烦不烦？晚上我躺在床单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回想着今天儿子和丈夫说的话，我曾经也是北清毕业的女博士，怎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模样？我捅了捅身旁熟睡的丈夫，问他，儿子今天说的兰兰阿姨是谁？丈夫的表情慌张了一下，然后不自然地跟我说，只是同事，那一次下雨他没开车，我送了他一下，儿子就见到了他了。大晚上你不睡觉，问这些做什么？我看到他的不自然，只是我有别的更重要的事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出去工作。林安听到先是惊讶后是不屑地啧了一声，你别闹了行吗？你现在能做些什么？当服务员出去端盘子吗？别出去给我丢脸了。听到他的贬低，我直接反驳，林安，你是不是忘了你曾经也是我的学弟，我的学业不比你差。行行行，我懒得管你，愿意是你就出去，到时候哭着回来，我可不管你。说着转过身去睡觉，再也不理我。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出去找工作，正如林安所说的，因为我多年没工作，工作经验少，几乎没有公司能要我。我找了一上午，毫无头绪，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林安的公司楼下。我想着叫他一起吃个午饭，刚要打电话，就看到他的身影从公司里出来。我刚要叫他，还没开口，就发现他和另一个女的亲密无间地走出来。我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，顺势跟了上去。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走进餐厅。吃饭的时候，那女的还不停地喂林安吃水果。我冷漠地看着，拍了几张照就离开了，继续找下一份工作。其实我早就应当发现了林安的不对劲，就是我的心里一直不愿意去承认。我和林安相识在大学，那时候他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。当时我们在一个课题小组，我身为他的学姐，一直帮助他做课题项目，后来便渐渐地熟络了起来。那时候的我青春洋溢，是我们系的系花。当时同组有一个家境优渥的学长追求我，每天都给我带早餐，林安便每天变着花样亲自给我做午餐。在他不懈努力的坚持下，我终于答应了他。当时我们决定结婚的时候，我的父母并不同意这场婚姻。他们说我想得太简单了，以为爱情就能代表所有，但是等到要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的时候，厌倦会冲破爱情的枷锁。当时的我并不明白这个道理，现在的我已经能完全领悟这句话的含义。到了晚上，我回了家，屋里乱糟糟的一片，没刷的碗全都堆在洗碗池泡着，油滋滋的一片。婆婆看到我回来，破口大骂，你怎么才回来？你没看到我都快饿死了，还不赶紧做饭？
你都快饿死了，还不知道自己做饭吃，是老年痴呆提前了吗？许家，你怎么和我说话？哪有你这样对妈说话的？您可不是我妈，只是婆婆而已。婆婆就是妈，你不懂这个道理吗？我妈会把所有钱放我这儿，银行卡密码都给我，我怎么不记得您给过我呀？婆婆被我气的，一句话我都说不出来。我懒得理她，坐在沙发上看着儿子的卧室灯是灭的。我问婆婆，林子毅去哪了？他爸把他接走了，我也不知道去哪了。刚说这话，林子毅和他爸就回来了，看着我，两个人都不说话。我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，儿子先开口，屋子里怎么这么乱？妈，你怎么都不知道收拾一下的吗？我是你妈，不是你家的保姆。儿子不服气，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这不都是你的工作吗？你吃我爸的，用我爸的，做点家务怎么了？林安把他的钥匙摔在了桌子上，婆婆在旁边帮腔。儿子，你快管管你媳妇儿，我都饿了一整天了。林安选择默不作声，就坐在那块抽着烟。哎，乖孙子，你有没有吃饭啊？奶奶给你做点吧，指望你妈的话得饿死你。不用了，今天兰兰阿姨带我去吃的西餐。兰兰阿姨真是人美又心善，比我妈不知道强多少倍。我们离婚吧。我这一句话说出来，他们三个人当场愣在原地，只有林安的表情慌张失措，婆婆和儿子震惊后更多是开心。林安把我拉回卧室，你又抽哪股风？我把照片甩在他的脸上。林安，这些年我不是没有发现，只是想着年少时的那份情谊，你会回心转意，但是终究是我错了。林安看的那些照片，久久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开口，离婚的话，儿子我不会给你的。放心，你想多了，我也不想要儿子，你拿儿子给我，我还不要呢。林安没想到我会不想要儿子，随即说道，你要是想离婚的话，就选择净身出户，不然的话，我不会和你离婚的。我笑了，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？我的眼怎么那么瞎？本来我想和你和平离婚的，按照正常流程一人一半的。既然你这么不要脸，我也不需要给你留情分了。你婚内出轨，我会提起诉讼，大部分财产都要分给我。许家，你敢？真有意思，你看我敢不敢？林安气的脸都发抖。我拿着我的东西转身就出了林家的门。我看着手机的微信余额只有几百块钱，走在大街上看着万家灯火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空气里都是自由的味道。以后我不再是林家的家庭主妇，而是我自己，真正的许家。找了几天工作，一无收获，洗完澡躺在床上，手机软件上突然发来了应聘的消息。我点开一看，是林安所在的公司风月。应聘信息上面写着，我是风月集团的面试官，看过你的简历，有兴趣的话明天8点来公司面试。我看着风月公司的消息，心脏狂跳，因为这是我很喜欢的公司。当年我和林安一同去面试的，但是他们只收1个人。没过几天，我被查出怀孕了，林安便使劲劝着我退掉这份工作。反正我们2个人谁去都是一样的，我在家安心的养胎，他会养我。当时我也不知道被他灌了什么迷魂药，居然答应了。现在想起来，真的是愚蠢至极。第二天，我穿上职业装，早早就到了公司。进到面试的房间，看到眼前的人，我有一些惊讶。许家，看到我，你是不是很惊讶？因为当年面试你的人也是我。我看着眼前画着精致的妆容，一副成功女强人模样的王雅，内心深处颇有感触。是的，王总，没想到多年之后还能再次见到你。我看到你的求职信息，也很惊讶。我不知道我做的是否是对的。其实当年我明显更中意你的设计作品，但是让我很失望的是，你为了家庭主动退出。希望今天的你不要再让我失望。我让你准备的设计作品，你设计了吗？我赶紧拿出我昨天熬夜绘制的作品递上去。王总，这就是我的作品，请你过目。王总从一开始的目光平静，慢慢变得炙热起来，不禁感叹出来，这就是我想要的作品。转头和自己的助理说了几句话，随即对我说，许家，你的才华没有暗淡，你让我看到了你应该释放的才华。虽然我不知道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，但是希望现在的你不再是从前那个恋爱脑的你。准备上班吧。我压抑住心里的喜悦，往出走。一个不小心撞到了人，我抬头，撞到的人居然是林安。林安皱着眉，许家，你怎么在这？你不会来这里找工作吧？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没想到你打扮起来还是挺好看的。你说说你，何苦在家造得跟黄脸婆一样？看到他这副狗模样，我回怼，因为只有黄脸婆才能配得上你啊，我这不是怕你自卑吗？我懒得理他，转身就要走，我还要回去收拾东西，准备明天入职呢。还没等我走，只听见他嘲讽地说，风月这种大公司是不可能要你这种人的，我劝你赶紧拿着你的简历滚，别到时候丢人现眼。听到这话，我抱着胳膊冷眼问，你怎么就知道风月一定不会要我这种人？如果我入职了，风月又怎样？林安仿佛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，大笑着说，许家，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？如果风月要了你这种人的话，我林安直接给你磕3个响头。你当风月是什么公司啊？就凭你也想进？行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好狗不挡道。走开，真是美好的心情都被破坏掉。回到酒店，我把成功找到工作的消息打电话告诉我爸妈。
爸妈感到非常欣慰。我向他们承诺过年就回去看他们。第二天，我准时到风月公司报到，还没进去就听到里面的声音：“兰兰姐，你是不是要结婚了？恭喜你呀！”哎呀，一切还没说定呢，他刚和他的老婆离婚，现在还没办法结，过一阵子再说。就他那个好吃懒做的老婆，和你怎么比呀？算他临安识相，赶紧离了婚，不然我们兰兰姐才不等他呢。有那么多人追我们兰兰姐。行了行了，越说越离谱了，都去工作吧。我推开门进去，办公室的人静了一静，都往门口看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员工许佳，今天第一天来报道，大家都很给面子的鼓起掌来，只有于兰的脸皮笑肉不笑的僵在那里。我坐在了我的工位上，旁边的同事跟我搭话：“哎，许佳，你这个名字听起来真耳熟。”我冲着他笑了笑：“当然耳熟了，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好吃懒做的老婆就是我呀。”那同事愣住了一会儿，连忙把头转了过去，不再和我说话。于兰走到我的工作位置上，把我叫出来：“许佳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是托关系进来的吗？”说着没等我回答，我也不想管你怎么进来的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特意接近林安哥，他也不会再回心转意了，因为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了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再纠缠了。我摇了摇头：“这位于大姐，打住，别给自己加戏。我纯粹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当演员的。”说完，不管于兰的反应，直接回了办公室工作。在开会的时候，王总有意无意地点我出来回答问题，我对答如流，王总非常满意。于兰嫉妒的眼光快要把我看穿。散了会，我被林安拦下，他死死地拽住我的手腕：“许佳，没想到你真的能进到公司里，不过你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非要挑于兰的项目小组？我不管你怎么想，她现在怀了孩子，你要是动了她，我绝对不会轻饶你。您可真会给自己加戏，当你自己是偶像剧男主呢？抛开这件事，你上次不是说我要能进公司，你就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吗？这件事难道你忘记了？”林安不自然地扯开话题，现在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。我正脱开他抓着的手腕，反手给了他一巴掌。林安非常震惊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我就大喊：“林总监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和你都离婚了，你为什么还这样纠缠我？我不可能和你复婚的，我已经没钱了，你不要再纠缠我了，我的嫁妆早就被你花光了。”说着，我又甩给了他2巴掌，就用这3个巴掌代替3个响头吧。许佳，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我的声音很大，很多路过的人已经在悄悄地讨论了。我假装捂着脸跑掉，只留下林安在原地站着，连忙向周围解释事情不是我说的那样。可是大家怎么会追求真相呢？只是抱着吃瓜的态度罢了。不到1个中午，这个八卦已经传遍了整个公司，中间还添油加醋了不少。消息传到于兰这里，于兰听完了之后，直接脸色大变，站起来，气冲冲地跑到了林安的办公室去。林安的办公室里传来2个人激烈的争吵声，这下公司的人又吃到了新的瓜，继续热烈的讨论。我听到这些传言，只是轻轻一笑，听着他们狗咬狗挺好玩的。我看着眼前的画板，深深的思考，这次公司对外招标的是一家酒店的装修，王总给我们1个月的时间做出完整的设计。这个是一个大项目，谁能拿下这个项目，就可以到另一个分公司去做项目经理。如何在众多设计让公司脱颖而出，成功招下这个标呢？酒店风格众多，民宿的风格也很常见。后来我想到了我的家乡云南，那里有很多传统的木雕工艺，能不能将这种传统文化和民宿的风格相结合呢？传统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带给人一种古老的故事感，最适合现在生活压力大的年轻人，让人可以脱离现实社会的烦躁，感受到生活中的安宁。这倒是一种很独特的酒店风格。我将我的想法设计绘在纸上，我的手机突然嗡嗡响了起来，打断了我的思路。是我儿子的微信，给我发2000块钱，我并没有理他。随后另一条微信发过来：“喂，你到底看没看见？我让你给我发钱。我听我爸说你已经找到公司了，还是跟他同一家公司，你不是有工资吗？把钱给我发过来。”我紧皱着眉毛，是谁给他的这种自信？你是我的谁啊？我凭什么给你钱？每个月给你的抚养费，我会按时给你爸的。他发了一个问号，扶死从儿的道理，你懂不懂？既然你现在不听我爸的，不把工资给我爸，那就应该听我的给我，你明白吗？我气笑了，连个词语都学不明白，在这装什么？我把消息截图转给了林安。原来你死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好好管管你的儿子，别像个乞丐一样到处要饭。我关掉了手机，继续完成我的设计。在公司的这1个月，我陆陆续续完成过各种大大小小的设计，每一个设计的客户都很满意我的作品。每次开会，我都会受到王总的表扬。现在隔壁分公司项目经理竞争最大的就是我和林安。林安在另一个组的表现算不上多出彩，但是这么多年也没出过大错。论稳妥的话，总公司觉得他也挺合适的。王雅找我单独谈话，许佳，你的能力才华我都看在眼里，但是现在的社会你也知道，大家对女性的包容性还不是那么高，总公司的高层觉得项目经理还是由男生来做更加稳妥。不过我不这么觉得，咱们女性一样可以把公司做大做强。
这次酒店的项目希望你能全力以赴，我信任你，听着王总对我的信任，我向他许诺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但是没想到展示方案的时候竟然出了差错，林安交上来的设计方案竟然和我的设计方案是一模一样。总部的人发了好大一通火，办公间里鸦雀无声，只留我和林安坐在那里。总部的人让我们自行辩解，到底谁才是原创，谁是抄袭。林安拿出他设计的时间，包括整个构思的框架，他连整个框架都和我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他的提交时间要比我早很多，包括他对这个项目的想法说的也是很深透。总部的人看我的目光已经不善了，林安痛心疾首地对我说：许佳，你太急于求成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安于现状呢？不要去追求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。说着又转向总部的人，假惺惺的像是为了我好，替我求情。胡总，他只是一时想要获得成功，他是我的前妻，可以去我家，可能是在我家的时候看到了我的创意，这件事都是我的错，麻烦了公司的人。总部的胡总看着他满脸的赞许，转过头皱着眉对我说：小许啊，我知道你很着急，这次项目的机会很难得，但是做人不能走捷径，而是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走。我们公司对待抄袭的人一律是严格处理的，收拾收拾辞职吧。我叹出一口气，胡总，听了他说的，你也总得听听我的解释吧。这份作品我才是原创的。林安听到这句话，直接打断我说话：许佳，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就不要再狡辩了。我知道你现在也不容易，这样吧，孩子每个月的抚养费你就不用给了，踏踏实实的吧。请这位林先生不要总打断我说话。我接着说，首先这份作品就是我自己的，你说你的完稿时间比我早，但是实际上我的完稿时间比你要早很多，而且我还有这套的完整版本加修复版。你可以偷我整个框架，但是里面的细节你还是处理不到位，并且我是在1个月之前开始准备的，我已经在那个时候和云南的非工作室联系了。如果这个创意不是我的，我怎么会提前那么久联系工作室呢？最后一点能证明的就是，你虽然趁公司停电了，监控不能用，跑到我的办公室剽窃了我的创意，你以为没有人能知道，但是我这个人呢有个习惯，喜欢记录自己工作。我桌子上有一个小型的相机，好巧不巧的拍下全部过程，我将所有的证据都给了胡总。胡总看完脸色铁青，气得直接发抖。林安啊，林安，亏我这么信任你，结果居然是你在抄袭，你这样愚弄我很有意思吗？林安还想要狡辩什么，拉着胡总的胳膊说：不是的不是的，胡总你信我。胡总忍无可忍，证据都会对你脸上了，我已经给你留情面了，看在你这么多年工作的份上，赶紧带你的东西滚出我的公司，走出公司的门。林安追了上来：许佳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既然你已经有完整版本，为什么还要把第一版本交上去？你就是故意看我笑话的对吧？你就是故意让我出丑。我推开他，要不是你一直想着歪门邪道，怎么会这样？人不行，别怪路不平。于兰捂着肚子跑出来了，看到林安在对我拉拉扯扯，一下子就怒了。林安，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理他吗？怎么还在纠缠他？林安此时非常不耐烦，面对于兰的咄咄逼人，再也不想哄了，突然狠狠地推开他，于兰一下摔倒在地。林安大声地骂他：你这个蠢女人，我让你偷的东西都偷不明白，你有什么用？于兰，我真是后悔，为什么当初选择了你，而不是许佳？你在工作上一点也帮不上我，空有一副皮囊，我们分手吧。于兰呆滞住了。林安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我的孩子已经5个月了，你不和我结婚，反而要跟我分手，你还是人吗？林安冷漠地看着他。孩子我不要了，你打掉吧，我现在需要冷静冷静，你滚远点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痛哭的于兰，她看起来很可怜，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她今天的下场都是她自己选择的。这次的项目很成功，酒店对我的设计方案很满意，公司成功拿下这个项目，我成功被调到分公司去做项目经理。王雅、王副总也随着我一起调到分公司去做老总。王总拍着我的肩说：我相信我的判断力，果然你做到了。我看到就像看到曾经的我自己，曾经的我也是一度只为了家庭付出，而后来我发现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。我跟着王总手下工作，凭着我独树一帜的设计风格，我们接了很多设计方案，公司运营的越来越好，我得到的提成也越来越多。那天突然接到了前婆婆张慧的电话：喂，许佳，出事儿了，你快来，子毅他闯大祸了，你不应该给他爸打电话吗？给我打电话做什么？结束后，另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：你好，徐女士，我是灵丘区的民警，我现在在医院，联系不到孩子的父亲，请您赶紧过来，我有预感不是小事。连忙赶到医院。来到医院，我直奔病房，发现里面躺的竟然是于兰。警察看到我到了，把我叫到一边，把事情的经过都跟我说了。原来于兰一直住在林家，死活不走，林安为了躲开他离开了，很久没有人能联系到他。于兰一直住在林家，今天和林子毅发生了一些冲突，林子毅厌烦了他平时对他的管教，突然爆发情绪，一下子把他推下了楼。于兰月份已经大了的，这么一摔直接大出血。林子毅看到这么多血，吓得直接跑了。邻居听到响声跑进屋看，赶紧就报了警。
钱婆婆看到我就像看了主心骨，连忙凑过来抓住我的手说：“许家，你一定要救救你儿子，他这次惹的祸可不小。我看于兰的那个样子，不像是能放过他的。”我走到于兰的床前，于兰此时已经醒过来，满脸泪水的躺在那里。看到我走过来，她把脸撇了过去。你看我现在的这个样子，是不是觉得特别解气？你也不用多说些什么，我不会就这样放过林子毅的，我肯定会告他。于兰，你想多了，我并不是为了劝你和林子毅和解，我只是单纯来看看你。他做错了事，就应该为做错的事情负责。于兰这才正面看我，随即自嘲：我要是早像你活得这么通透，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副模样。我坐在床边给他削了一个苹果。其实现在也不迟，你还这么年轻，何苦为了一个男人到这种程度？我走出病房，婆婆着急的来询问我：于兰她同意了吗？同意和解了吗？我说没有，你应该知道林子毅在哪吧？赶紧让他出来承认错误，不要让他再一错再错下去。婆婆瞬间脸色都变了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他在哪？我不知道，他还那么小，不过就是推了一下他，都是他自己肚子不争气。我摇了摇头，真的是没有救了。我给了警方一个网吧的地址，警方找到了林子毅，他还躲在网吧玩游戏。林子毅被拘留，林安终于出现了。因为这件事情，他作为监护人需要对于兰进行民事赔偿，于兰要了50万的赔偿。婆婆哭天喊地的跑到于兰住的医院去闹事，就是不想赔偿50万，同样也被于兰报警进行了拘留。林安托人联系我，到见面的地方，我发现李安已经喝醉了。见到我，老婆，你终于来了。我嫌弃的远离他，有事说事哈，别来恶心人。李安那边还在继续装深情，我知道你现在怨我，但是我已经后悔了，我们能不能回到以前那样？当年我们在大学也是人人羡慕的一对。我不耐烦摆了摆手，行了行了，有事说事，别扯这些没有用的。他看着我如今一身名牌，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，完全不像以前我在家里的样子。我是真的后悔了，佳佳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就这一次，我真的是懒得理他，转身就要走。他突然语气平静了下来，我找你来是想说，儿子的事儿于兰要赔给50万，你也应当付一半。我早就猜到他来找我，肯定是因为这种事情，因此我来之前已经咨询过律师了。你是孩子的监护方，在你肩负的范围内，孩子闯了祸，你应当负大部分责任的，所以别管我要钱，你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支付这些，我1分钱也没有，给不了你。你是孩子的妈，你怎么能不管呢？当年你分走了大半部分财产，怎么就没钱了？林安，我的钱凭什么给你？还有林子毅他说了，我不是他的妈，我不会上赶着给别人当妈去。林安看这套行不通，换了个说辞。还有，你都不知道咱妈为了这件事情有多上火，她那么大岁数了，经不起这么大的折腾啊！我打断她，她也不是我妈，那是你妈，上不上火的和我没有关系。抚养费我会按时给你，其余时间和其余事情就不要联系了。你家的破事别来烦我。我说完这句话，头也不回就离开了。因为分公司成绩做得很好，王雅被调去总公司当副总，带着我随着他一同去了总公司发展。5年之后，我们才重新回到金市。王雅看着5年后变化很大的金市，感触颇深。佳佳，我们离开了5年，现在金市变得我都不敢认了。我们在酒吧喝了几杯，便出来走在大街上散步。前方听到热闹的争吵声，我们凑过去看热闹，正是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和钱婆婆张慧。乖孙儿啊，咱家没有钱了，全都被你赌输了，这是我的养老钱，你还给我。一个染着黄毛混混打扮的青年大喊，你个老不死的，松手，家里什么东西都是我的，赶紧把钱给我，强哥还等着我呢，别耽误我挣大钱。说完，他一把推开张慧，张慧摔倒在地，林子毅顺势还狠狠地踹了几脚。王雅看着我，我帮你打听了一下，这孩子离开你之后，每天就是打游戏，后来出了于兰那档子事，他在拘留所认识了一些狐朋狗友，出来之后和他们学会偷东西，不停地进局子，他爸管不了他了，认识了新的女人，和那个女人去了 S 市，干脆不管他了。还有你钱婆婆的退休金也全都被他偷拿走了。我笑了一下，没想到他们现在过得这么惨。林子毅拿了钱，迅速地跑了，路过我们俩身边，还对我们吹了声不正经的口哨，一点儿也没认出我是他妈。那边张慧捂着肚子，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一瘸一拐地走远。王雅对了对我，许家，你真的能狠下心不去管了吗？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怨不得别人。我默默看着张慧踉跄离去的背影，这辈子我只想远远地逃离他们家，做自己，做真正的许家。